今天來吃5間米其林系列，好不好吃呢？跟着墨子來看看吧 ，Let's go！ 首先，我們來到第一間 Bill Italian， 位於信義區的台北新光三越 A4 館，它是在東京蟬聯3年的米其林指南餐廳，是一間意式和日式融合的拉麵店。來看看菜單。我們來看看它這邊好推薦它的火腿起司拉麵，有些在地吃法。首先呢，可以先吃它邊邊的風乾生火腿，先嘗一口原味。之後呢，可以拿起湯匙品嘗一下它的高湯，再把起司醬加進湯裡面，與拉麵一起品嘗。享用完畢之後可以再換一碗台東的在地米飯，拌進濃郁的起司湯一起品嘗。第一次吃這種意日融合的拉麵風味十分特別。先是意式風乾生火腿它的鹹香味很過癮，薄薄的4片，分量不算多，單吃跟加上起司醬的風味不同，都還蠻好吃的。它的湯頭滿滿的雞肉香氣，非常的清爽，是容易一口接一口的。喝過清爽的湯頭後可以搭配起司醬一起吃，它的起司醬很香醇攪拌加入湯頭後清爽湯頭會多上一個柔滑感，可以享受像奶油燉飯的香氣是平常比較少嘗試到的拉麵湯頭麵條有嚼勁，不會很軟爛。最後我們就按照着它的步驟來吃，很有儀式感另外旁邊滿滿的蔥花也相當有點綴的效果。拉麵吃完後還剩下一些湯，我們就按照建議把這個台東在地米飯加進去，變成起司湯泡飯。整體吃下來還覺得很特別，用意式料理手法來制作日本拉麵讓味蕾有新的感受，味道那些都還不錯。缺點的話是吃完有點空虛因為其他料不多算是吃個新體驗，建議不要太介意 CP 值另外我們還嘗試它的黃金叉燒鹽味拉麵，它湯頭是更加清爽的，入口就可以感覺到滿滿的雞湯感，不會有任何的油感是可以單喝的湯叉燒只有2小塊偏薄，可以看到邊邊是肥肉，所以吃起來是有層次的，是彈牙的Q 彈的細麵搭配它的湯頭，還有一旁的乾蒜一起下肚，鹹香程度相當剛好，不會像某些狗狗的拉麵吃幾口就膩。但有一樣的問題就是料蠻少的。吃完拉麵A4 這一棟有一家叫東和美傳的，它有賣雙麒麟。我們習慣吃完拉麵來一支，點了一支芝麻花生綜合口味的，味道剛剛好，吃完拉麵配雙麒麟就是爽。來到這間位於東區的天下三絕，目前已蟬聯7年的米其林必比登，獲選台北10大優選店家500盤，還有海外城市優質餐廳，號稱牛肉麵界的勞斯萊斯，到底有多厲害呢？我們來吃吃看吧。假日開門不到半小時就全部坐滿嘍，建議要定位。天下三絕的三絕分別是新鮮食材、烹飪技巧與職人3星等等，我們就這3點來評比。菜單很多頁不過我們第一次來吃，就先針對它牛肉麵的系列。還會定期推出不同新品，需要服務生的桌邊服務的話也非常方便酸菜及辣油辣醬是另外放旁邊的。上菜啦，木子點的是天下三絕牛肉麵，結合了牛尾、腱心肉、牛腱及牛筋4種部位麵體的話有3種可以選擇，木子選的是最寬的褲帶麵。先嘗一口它的湯頭是清甜的，稍稍回甘，不是充滿藥材味的風格而是走清新路線，完全不會油膩。所有的肉質就是一個字形容它軟，毫不費勁就可以吃完肉了。牛筋和牛尾充滿膠原蛋白，更是直接融。分量的方面本來覺得太少，結果吃完了整塊牛尾才發現分量十足完全不會空虛木子額外還加了他們特製的辣醬調味，很驚喜的辣醬混入炸蒜粒裡面整個湯頭變得更加的有風味了。酸菜則是沒有什麼調味的效果，反而喜歡單吃，很清甜爽口。唯一覺得比較普通的地方是它的褲帶麵，雖然沒有什麼粉感，也算柔滑，但似乎不太吸汁有種湯麵分離的感覺。原點的是最便宜的品項天下絕品牛肉麵，不過額外加了150人升級成番茄湯。聽說它的番茄湯頭相當厲害，有4種番茄牛番茄、聖靈番茄、黑市番茄及黃金番茄，搭配牛肋排及牛大補湯，以8小時慢火細燉熬煮出來的。有人馬上嘗了一個湯頭，確實相當有層次，滿滿的番茄味，而且它的番茄一次就破，直接爆汁出來，鹹酸中帶點清
清甜，完全不膩口，相當清爽的風味，很順，可以喝完哦。這碗呢，使用的是澳洲花腱牛，符合語云喜歡的脂肪較少的肉，它的肉塊啊一咬就斷，筋很軟 Q 還不賴。語云搭配的是家常麵條，家常麵條比褲帶麵再細一點哦，吃起來軟滑。好入口。要說缺點的話啊，明明是內用了，卻沒有很燙口，這點讓人有點失望啊。一碗麵吃不夠的人，建議還可以加點它的滷味來品嘗哦。另外，聽說他們家的排骨發炎厲害，有機會我們再來試試看。另外還會附上酸酸的果醋，讓你可以解膩哦，這點還不賴。來到台北花園大酒店，我們要去吃它裡面的一間 Prime One 牛排館，曾榮獲台北米其林指南餐盤推薦，是間主打在地食材融合 New Cuisine 的牛排館。我們來這邊吃它的商業午餐哦。這間牛排館常常有餐券啊，或者有些特殊的優惠活動哦，可以參考我們底下資訊欄會貼連結哦。用餐環境還不錯，採大面的落地窗非常的明亮。歡迎特別嘉賓小蘭，看一下商業午餐的菜單哦，非常的簡單。先請他送上一杯純水，還有杯氣泡水。那餐點的話，我們都以5顆星為滿分來評論哦。首先看它的手工麵包有2種口味，搭配常見的意式經典油醋醬，沒有太大記憶點，表現是中規中矩，比較沒有特色哦。麵包吃完還可以續，給3.5顆星。再來是沙拉的部分呢，我們今天的商業午餐它提供的是雞肉田園沙拉，色彩搭配的還不錯，很繽紛，生菜爽脆，完全不老。搭配的雞肉肉質補補啊，但還算保有水分。料理商有用心，這點還不錯。搭配的是梅子油醋，沒有到很愛這個淋醬哦，給3.8顆星。再來上的另一道前菜是腐皮鮮蝦卷，還不賴哦。它的腐皮薄薄的一層，質地柔軟，一入口啊，鮮蝦味就有被帶出來，相當的開胃，一口吃還蠻爽的，給4.5顆星。再來是我們額外加點的前菜奶油蝦，它是以米蘭式麥黏鮮蝦搭配奶油醬，還有櫻花蝦油，醬料啊相當的絲滑，遺忘了鮮蝦表皮的粗糙感，讓料理入口更加柔順。因為醬料調製出色的關係啊，所以吃不太出來這個蝦子到底新不新鮮吶。就整體口感上4顆星。每日一湯，接下來提供的是意式濃湯，喝起來不死鹹，也不會勾到很膩口，味道和濃稠度拿捏的剛好，只是一下就冷掉啦，又速速喝完，冷掉口感差很多哦，給4.2顆星。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主菜的部分啦，服務生會一一的介紹哦。牛排的部分啊，它提供了4種鹽巴，這4種鹽啊，分別是鹽之花、紅酒鹽、特制香料鹽及火山鹽。炭烤頂級牛排，單吃原味的話，肉感還蠻重的，搭配旁邊的佐料和鹽巴，確實會更加美味。它牛排相當厚實哦，熟度拿捏的恰恰好，外圍有焦香感，內部肉質軟嫩。缺點是它的油感略顯不足哦，吃到後面會有點乾柴喲。語云和小蘭一致因為這一點呢，扣了不少分呢。不過即便是商業午餐，也可見它的分量不馬虎啊，吃完超撐的，給3.7顆星。另外一道主菜，我們選的是季節鮮魚，超厚一條鮭魚送上桌，可以明顯的看到鮭魚的外皮啊烤得微焦酥脆，脆到我們小蘭啊切得很笨拙啊，還嫌刀子不夠鋒利呢，可見它有多脆，這點相當加分。鮭魚入口啊，就明顯的感受它的肉質水準有中上哦，而且它的本身魚油很夠，讓整條魚吃起來很 juicy。奇怪，我們兩個是在吃牛排的，怎麼最後都搶魚來吃啊？給4.3顆星。最後是主廚甜點，很特別，他推着甜點車來，兩人一共可以選6樣甜點，我們直接請服務生幫我們挑選了，服務生非常尷尬的挑選6樣。其中呢，覺得可麗露還不錯，夠軟，而且外皮酥酥的。其他的甜點呢，就還好啦，偏甜，適合搭配咖啡一起吃，給3.9顆星。飲料部分表現出中規中矩啊，沒有什麼好說的，給3.7顆星。整體之下，我們覺得商業午餐相當划算哦 ，CP 值夠高，不會雷，但稱不上超好吃。吃完可以一路撐飽到晚上，用餐環境也還不錯，來吃一次看看是很 OK 的哦。我來到華西街觀光夜市，來這邊吃這家元芳刈包。門口啊就能看到滿滿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薦，蟬聯多年吶。可以看到啊，它都是手工啊，現做的。來看看哇，
它的刈包的肉哦，第一次吃到控肉這麼鬆軟的刈包啊，它的肉啊是採半肥瘦的，但瘦肉部分啊不會柴哦，一口連着帶點甜的皮咬下去會馬上分離，入口即化。在這調味的部分哦，這家走的是比較清淡的路線，它的肉不會有重鹹的感覺，而是淡淡的滷香味哦，花生粉不會過甜哦，反而把肉的甜味啊稍微的提起。再是酸菜啊，這吃過啊少有不鹹的酸菜哦，卻保有適中的酸味，味道上啊甚至有點像雪菜，連肉一起吃啊會有個濕潤感，有提香的作用。它的刈包不會用驚豔來形容，而是用相當順口來形容。另外還點它綜合4神湯哦，喝第一口啊覺得很濃，帶有強烈的中藥味，不過越喝越順口啊，調料處理得很乾淨啊，完全沒有怪味，而且它的口感啊也很軟爛，藝人有用心的調味過，不會有苦味，跟刈包一樣哦，整體吃起來讓人覺得很舒服。唯一的缺點應該是它的量不夠多哦，吃完不會太有滿足感。隔壁是大排長龍的小王煮瓜。吃完刈包當然不夠飽啊，步行約8分鐘可以來到這間龍都冰果專業家，這個米其林無關哦，但推薦給大家當做飯後甜點的，可以跟它大排長龍啊，是100年老店，它那樣位置不多啊，但翻桌率很高，不會等太久。特別讚賞，即便生意這麼好啊，老闆還是超熱情，讓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哦。這間100年老店啊，它所有的配料啊都是精致加熬煮過的哦，配料雖甜，但不會有過膩的假感。剉冰是沒加糖水的，而是柔滑的剉冰本體，搭配它本身配料的甜味啊，吃起來恰恰好。來到這間公館的雄記蔥抓餅，獲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薦500瓦，還有夜市打牙祭的前10名。一開店就是大排長龍，來看看菜單。等待之餘也不無聊，欣賞他們現做的過程。培根蛋、9层塔，免費的要不要？好，學招牌要不要辣？好，小蔥大辣。蛋要辣嗎？培根蛋醬油膏要不要？我們點了它必比登的推薦招牌加玉米口味，也是抓餅加蛋加起司加玉米的融合哦。一咬下去就可以感受到它最外圈的餅皮啊，脆度爆表，但它內圈啊去掉是軟的，光餅皮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抓餅不一般了。免費添加9層塔，加上內餡的玉米和起司，整體結合的相當好。最值得讚賞是它的抓餅啊，吃完嘴巴不會油油的，也不會有很膩呀、滿口調味料的感覺啊，竟然是相當清爽的抓餅哦，可見老闆真下過不少功夫了。下次還會想要再訪嘗試其他口味。以上就是5間我們隨便挑的米其林系列啊，真的都有水準之上，還不錯吃。下次再吃美食給大家看嘍，我們下次見。